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6月24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2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 182.30， 收盘价是 183.01，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83.95， 最低价是在 180.69。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3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6302.95 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12 倍量增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上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上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维持短期的多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6月2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回档后的横盘中。那当日的这根 K 线，它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呢，在盘中股价是出现了震荡。但是呢，当日的这根 K 线既没有新高的出现，也没有新低的出现。我们指的是较前一个交易日的 K 线而言。对，那么，但是呢，当日的这根 K 线，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呈现的是量增。那出现这样一个增量，然后呢，当日又没有新高和新低的出现，然后我们也会看到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只有3个点。那说明当日在盘中多空双方在5日均线值这个位置出现了拉锯，也就是多空双方都在争夺5日均线值。那最后呢，是多方稍微占优势，也就是收盘价在5日均线值上方的1点，但是没有新高的出现。好，那么出现这样一个现象次日也就是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只有股价继续留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，并且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，那么我们说股价才有可能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或者上行的走势。那么否则我们认为股价仍然会去继续回档去测试177。那177就是6月1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也就是这个位置呢是比较强的一个支撑，因为在6月17日我们会看到出现了一根反转向上的绿 K， 那并且呢我们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也是抱有大的成交量，所以这根 K 线的最低呢，它是一个强支撑。对，也就是如果股价继续回档，会继续测试这个位置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当日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6月2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上涨，我们给出2个收盘价点位，一个是收盘价在183，另外一个是收盘价在185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，或者说是下行。我们也是给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，一个是收盘价在180，另外一个点位是在176。而实际在6月21日收盘价是在 183.01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上涨的这个股价的收盘价不仅在点位上相接近，同时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。那么我们刚刚从
K 线信息解读啊，说在这样一个位置啊，是多空双方当日这根 K 线在争夺5日均线值，那么在次日，股价仍然会有上行或下行的表现，所以呢，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对于6月2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依然是191，站上它将会确认自6月11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那么在到达它之前，6月1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在189这个位置，将是一个强压力。对，也就是股价如果能够站上这个位置啊，将会换手成功。当然，如果股价能够站上190，就是说站上189之后，能够再站上第一个目标191，我们会看到6月13日也是抱有大量的 K 线。那股价一旦能够突破191，我们说将会有进一步的上行的可能。对，也就是换手成功啊。好，那么191如果被站上第二个目标不变，依然是199，这是股价继续上行的一个极强的压力，它和200整数关口重合。然后呢，第三个目标就是206，206仅仅是一个压力位。那么真正如果股价能够突破200关口，它的目标将是265，但是这条下行趋势线也将是一个极强的压力，这是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多次重复过的信息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也是不变，依然是168前低，跌破它的目的就是继续自4月2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那在到达它之前，除了各条均线值是支撑外，那么6月1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177将是一个强支撑。好，那么168被跌破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39，在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，那么我们会看到股价将会恢复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这个中长期的空头趋势。当然，在股价到达它之前，这个缺口将会是一个支撑。对，那139被跌破呢？如果继续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，不用问，那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102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股价日后这个上行和下行的目标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6月24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中线是在182附近。那么股价在盘中我们会看到是出现了一个震荡最后是收在高位，重新相对高的位置，又收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那到了6月24日，我们给出的观察位就是要关注这根小绿 K 线的应该是它的最高是在184这个位置，我们上移这个条水平线。好，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？那因为我们刚刚其实从 K 线信息解读了，日后股价能够继续反弹的条件，就是要站上前高，也要继续在收盘价继续维持在5日均线之上方，才有可能出现上行的走势。那否则呢，我们说股价如果不能突破184而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，我们会看到这一波回档呢，经过多空双方的这个争夺之后，如果在次日有空头力量的进入，或者空头力量强于多头力量，那我们认为很容易在184这个地方遇压而推动股价去
开始下行，所以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184这个位置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一个解读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。周 K 线图，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。那我们会看到，在6月17日当周，这个生成的这根 K 线呢，是在即前一个交易周出现这是一个大幅的震荡。那然后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出现了上行，然后呢，收盘价是又重新站上了5均值，并且呢，当周的这根 K 线是一个含有长上影线的一个小绿 K 线或者一个中绿 K 线，而且我们会看到当周是在20均值这个地方是遇到了支撑。我们也会看到这个5均值是上穿了20均值，那唯一不足的我们会看到是成交量呈现的是量缩，价涨量缩，继续出现含有长上影线的 K 线，那股价是很容易回档的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看到 KD 值的这样的一个趋势，还有 MACD， 也就是现在这2个指标都是强势的指向上方，出现价涨量缩，然后呢，在日后虽然说容易出现回档，但是也不排除会出现一根补量上涨的 K 线。那也就是说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如果股价不出现就是能够在这根 K 线最低的上方运行也就是177上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很有可能股价会收高。对，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我们再来调出辅助线，然后我们来回顾一下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解说的时候说，在6月17日当周如果收高会收在195附近，然后呢，如果收低会收在156附近。当周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前一周的这个收盘价的位置，是关注的是178。那当周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是能够收高的。而实际上我们会看到，在当周确实是我们会看到在178这个地方，177，准确的说是在当周的20均值这个地方是遇到了支撑，然后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，但是上方我们会看到留有长上影线的，说明还是有卖压的。对，所以股价又被压回，但是呢，它依然是在5均值的，也就是又重新站上了5均值。那好了，这是我们对前一次周 K 线图的一个预测的一个回顾。然后呢，到了这个6月24日，6月24当周，我们要给出上方的目标位，不叫目标位，就是如果股价收高，我们认为依然会收在195，也就是我们保留这个目标。对，那么下方呢，如果股价出现回档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收在160附近，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。对的。好，那么在当周观察位，我们要把从178下移到177，也就是我们关注前一周 K 线的最低。在6月24日当周，如果是高开盘，说在周中股价一直是在177上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收高到195。但是如果
当周是在177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收盘会在160这个位置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说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看月 K 线图，因为6月24日当周是6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周，所以我们再来看看之前我们对月 K 线图的解说。我们在5月底的一次视讯当中，对6月份的月 K 线图解说的时候，在月中我们要关注的是这根红 K 的最低，也就是168这个位置。那我们会看到，在当月到现在第3个交易周，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。那么我们预测股价是很有可能会收高在195的。对，那目前我们看到股价的位置是没有站上也就是又回到月 K 线图5均值的下方，5均值是184。实际上我们也会看到，在月 K 线图刚刚我们给出的观察位，就是在日 K 线图当中，我们来看一下图，就是在次日，也就是6月24日开盘之后，如果在184上方才有可能会收高哈。我们再回到月 K 线图，那我们会看到184呢，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压力。对，因为它是月 K 线图当中的5均值。好，那这是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来以便于我们在最后一个当月6月份最后一个交易周啊，我们来看看股价是如何运行的，是否能够到达195这个位置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。那么我们对各 K 线图解说完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多头仓位，分别是在6月12日和6月17日收盘价这2个位置进场。对，在6月12日是5%进场，在6月17日收盘价是10%加仓，所以我们一共有15%的仓位，成本价是在184附近。然后呢，我们之前一直给的止损位是守177，是这根绿 K 的最低。那么到了6月21日收盘价183.01这个位置呢，我们说在技术上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，也不可以进场。虽然我们会看到当日成交量是量增，然后股价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，但是还缺少一个指标，就是收盘价站上前高。还有一个就是当日的成交量虽然是量增，但是没有达到1.2倍以上。所以说呢，在这个位置是不满足加仓的条件的。所以在6月21日这个地方，我们会继续保留这15%的多头仓位。那到了6月24日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依然是守177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对于多头的这个技术上的操作建议的一个说明。然后呢，我们再补充回答一个网友的问题，就是说在6月17日收盘价在187这个位置，为什么要加仓？那我们其实在当日的视讯当中，我们给出加仓建议的时候已经说明过，当日的这根绿 K 啊，我们会看到是出现的反转向上，出现了抱有大的成交量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.2倍以上，收盘价站上前高，并且在当日我们会看到虽然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，但是股价最低没有破前低，所以
出现这样一个抱有大量的实体长绿 K 线，收盘有过前高，在这个位置在技术上是要坚定加仓的。对，虽然它留有一个小的上影线，说上方是有卖压的，但是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多头力量的推动的。对，所以我们说在这个位置进场或者加仓的条件，是因为成交量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2 倍以上，并且呢股价是又站上了前高，并且这是一根实体长绿 K 线是基于这些条件在这个地方加仓的，或者说是进场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。好，这是多头，我们再来看空头。那对于空头来说，目前空头要守的位置依然是这根绿 K 的最高189到上方的191，这个区域是目前空头要守的位置。那么他们的目标是177和下方的168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6月2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高184，我们刚刚在月 K 线图也说了，这是月 K 线图当中的5均值，是一个强压力。好，其实同时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也是在这个位置附近哈。好，那么第二个压力位是上方189到191，第三个压力位就是199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是前低在180附近，它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也在这个地方，然后第二个支撑位呢是177到178，其中178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所以这第二个支撑在这个区域。第三个支撑是从169到下方的167这个位置，也就是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6月2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给出依然是2个可能。那第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反弹，或者是就是上行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2，在这个位置，上方最高会到达186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84附近。也就是在前高附近。那么如果股价最高能够到达188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187附近。我们给出的是2个点位，一个是收盘在184，另外一个是收盘在187。那么它们共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2的。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的上行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。如果出现回档呢，甚至我们说应该说是叫做下行。对，那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84。最低下方会到达178，对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79附近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6月2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